一开始，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。Ethel 和 Damien 是一对相爱的夫妻，他们温柔的交谈，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，给人一种关系稳定的感觉。但很快，一种不平衡开始显现。Ethel 是一个有抱负的女人，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里处理各种事务。对她来说，事业上的成功是首要任务。而 Damien 则开始感到被忽视。他注意到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关心和体贴也逐渐减少，他们的关系被工作排在了后面。尽管 Damien 多次尝试引起他的注意， Ethel 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。他常常承诺会做出改变，但总是很快回到原来的节奏。渐渐的，一种无声的挫败感在 Damien 心中滋生。有一天，一个新的因素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Chris 是 Ethel 的朋友，是他喜欢并经常一起相处的人。在他看来，这只是单纯的友谊，但对 Damien 来说，这种关系却成了怀疑的来源。他无法理解已经很少在家的妻子为什么还能抽出时间陪另一个男人。紧张的气氛逐渐升级，争吵也越来越频繁。Damien 表达出自己的嫉妒和不解，而 Ethel 则觉得自己被无端指责，感到压抑。她坚持自己有交朋友的权利，拒绝从丈夫的角度看问题。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，一场悲剧发生了。由于压力过大和缺乏休息， Ethel 失去了一个孩子，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意识到这件事的发生。本来这件事可以让他们更加靠近， Damien 愿意支持他，陪伴他，但 Ethel 依然如常，很快回到工作中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。这个选择让两人之间的裂痕更加加深，争吵变得更加激烈，言语也更加伤人。 Damien 开始失去耐心，他觉得自己在妻子心中已经不再重要，而 Ethel 则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。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，却不愿放慢脚步。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，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但在情感上却越来越疏远。曾经的亲密被沉默、指责和持续的疲惫所取代。尽管如此，爱仍然存在。有时候，他们也试图重新靠近。Ethel 道歉，承诺改变，努力修复关系。Damien 虽然受伤，但仍然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然而，旧习惯总是反复出现。接着，又一个打击来临。Ethel 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，但这一次，她的反应完全不同。她没有感到喜悦或兴奋，反而被恐惧所包围。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成为母亲。她想到的是事业、责任以及自由。她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 Damien， 而是选择隐瞒。她只告诉了一位朋友和医生，甚至考虑不要这个孩子。这个秘密成为了一个转折点，两人之间的信任因此严重受损。与此同时， Ethel 和 Damien 的关系持续恶化。Damien 变得更加冷漠、强硬，他开始公开表达愤怒，有时甚至说出伤人的话。而 Ethel 则更加封闭自己，他们再也无法理解彼此。争吵升级到一种程度，即使在一起，他们也各自感到孤独。Damien 指责 Ethel 从不在身边，而 Ethel 则抱怨 Damien 不支持自己。他们的爱依然存在，但被深深埋在痛苦之下。最终，Ethel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他明白自己对工作的执着已经破坏了婚姻的平衡。他看到了 Damien 的痛苦，也意识到自己忽视了他，没有给予他应有的位置。在一次真诚的时刻，他深深的道歉。他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承诺改变。他决定把他们的关系放在首位。Damien 被他的态度所触动，但仍然犹豫。他受伤、疲惫，但依然爱着他。他同意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同时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期望。慢慢的，他们开始重建关系。他们学会沟通，花时间陪伴彼此，重新建立联系。但一切并没有完全解决，伤痛仍然存在，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。爱是否足以拯救他们？还是一切已经太迟？但尽管他们努力修复关系，有些东西已经在内心深处彻底破碎了。尽管 Ethel 的承诺是真诚的，
但却很难转化为持久的行动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努力让自己多一些陪伴。他会更早回家，倾听 Damien， 试图重新找回两人之间的亲密感。但很快，工作的压力再次占据上风。紧急电话、临时会议、各种责任，一切如同一个无法打破的循环，再次回到原点。一开始 ，Damien 试图理解，他告诉自己改变需要时间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一个疑问逐渐滋生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是否真的准备好改变，还是只是说了他想听的话，为了不失去他。与此同时 ，Elsa 内心的挣扎也越来越强烈。他想挽救婚姻，但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抱负。他仿佛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，一个是给予他价值感的事业世界，另一个是需要他投入时间与陪伴的婚姻世界，而他却无法同时兼顾。这种内心的拉扯让他变得疏离，有时甚至显得冷漠，而他自己却未曾察觉。终于，那个彻底改变一切的时刻到来了。Damien 几乎是偶然地发现了 Elsa 怀孕的真相。这个打击来得异常猛烈，不仅仅是她怀孕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从未告诉过她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甚至考虑过在没有她的情况下，独自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。对 Damien 来说，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孩子的问题，这是关于信任的问题。就在这一刻，他意识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程度有多深。他在 Elsa 生活中的位置早已变得无足轻重。他感到被背叛、被羞辱，内心深深受伤。随之而来的对峙异常激烈，言语失去了控制。Damien 指责 Elsa 活得像一个单身的人，仿佛他们的婚姻毫无意义。他责怪他的自私、他的缺席，以及他无法共同经营一段关系的能力。而 Elsa 也终于爆发，他倾诉自己的恐惧、压力和窒息感。他反过来指责 Damien 不理解他的付出，只看到他的错误，却从不认可他的努力。但这一次，谁也没有退让，言语变成了无法愈合的伤口。争吵过后的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加沉重。他们彼此对视，却再也认不出对方。这不再只是一次危机，而是一场彻底的破裂。接下来的日子冰冷而漫长，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像陌生人一样，没有交流，没有温柔的举动，也看不到任何希望。Damien 开始一点点疏远，他外出更多，说话更少，刻意回避冲突。他仿佛已经开始为这段关系的结束做准备，而 Elsa 则感受到空虚一点点蔓延。第一次，他真正意识到，如果没有 Damien， 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而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恐惧。他试图做最后一次努力去挽回。他尝试沟通、道歉、解释，但 Damien 已经不再真正倾听。说过的话太多，造成的伤害也太深。此时此刻，已经不是修复的问题，而是情感上的自我保护。最终，这个决定悄然降临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戏剧性的爆发。他们都明白，继续这样下去，只会让彼此更加痛苦。Damien 选择离开，不是出于愤怒，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，一种独自维系一段早已摇摇欲坠关系的疲惫。Elsa 没有挽留，不是因为他不再爱他，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，他其实早就已经失去了他。离开来得很平静，甚至有些平凡，但在这份平静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沉重的现实：一段没能找到平衡的爱情就此结束。Elsa 独自一人面对着空荡的房子，面对自己的选择，面对他亲手让一切崩塌的后果。而这一次，他再也无法用工作来逃避，没有借口，没有干扰，只剩下他自己以及那份沉重的失去。这场分离不只是身体上的分开，更是情感上的、深刻的、彻底的断裂。而在 Damien 留下的空白中，一个真相慢慢浮现：有时候，我们失去一个人，并不是因为不再爱了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，用对的方式去爱他。